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黄友涵先生、吴志怀将军，也是吴委员哈，柯志恩委员、陈凤馨小姐。好，那么俄罗斯说普丁官邸被无人机攻击，哦，那川普很火大，哦，说你这个时候找普丁干嘛啊？然后俄罗斯外长啊，那个拉夫罗夫。说呢，这会改变我们和谈的立场哦，因为和谈来要把我们这个总理给炸死啊，总统给炸死啊，那什么意思啊？他当过总理也当过总统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他上次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有告诉我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时候不好吧？弹劾的时候时机不对啊。那另外呢，这个是不是要把普丁给斩首？哦，俄罗斯总统。那说官邸晚上被袭击了，川普说还好，乌克兰一直跟我要战斧飞弹，我没给他，给他的话搞不好就死了啊，没给他还好啊。那另外呢，泽伦斯基否认说乱讲，这叫做典型的俄罗斯谎言，哪有去炸他？没有啊，哦，他根本不想和平，用这个做理由哦，然后说呢说要把这个和平的谈判呢给他撕毁啊。那川普，好，我们先看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9号与俄军参谋长会面，不过同一天他自己的住家疑似成为乌军攻击目标。Все беспилотники, атаковавшие резиденцию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уничтожены средствами ПВО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Данная акция, как отмечает гла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МИДа, была совершена на фоне интенсив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итуации на Украине. Каких-либо сведений о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и ущербе в итоге атаки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Киева на госрезиденцию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е поступало. 俄罗斯外长证实，普京官邸遭无人机攻击，指控乌军出动多达91架无人机攻击普京官邸，但泽伦斯基反驳俄罗斯说谎。Чергова брехня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вчора у нас була зустріч з Трампом. І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для русських, якщо у нас з Америкою немає скандалу, а ми маємо прогрес, для них це провал. 克里姆林宫目前没有拿出任何证据，但时间点敏感，就在美乌会谈之后。No, I don't know about it actually, and I don't. I just heard about it actually, but I don't know about it. No. That would be too bad. That would not be good. 俄罗斯外长表示，这起攻击将改变俄罗斯立场，和谈恐怕又有变数。好，川普现在正在那个海湖山庄啊，跟以色列总理啊纳坦雅胡刚见面啊，开记者会，也被记者问到说呢，共军现在在台湾威胁啊，说这个包围台湾到底怎样？川普说，他们老共在那边演习20年了，而且以前有时候比这个事还大啊，所以呢没什么了不起啊，而且我跟习近平关系很好，我不相信他会怎样。他会怎样？一定会告诉我。他没有告诉我，表示不会怎样啊！所以他就是想把他混过了哈。那他说我也不担心，我不担心啊。那另外呢，这个大陆国防部发言人说，到底这是这个围台军演5个地方把台湾围起来，东部、北部、这东南、西南、台湾海峡，针对谁？大陆国防部发言人4次提到外部势力，外部势力谁？一个美国、日本嘛。因为日本高市早苗的发言呢，然后呢，美国不最近说要卖台湾111亿美元的这个武器，包括海马斯飞弹吗？那另外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说，台湾、美国、日本的命运紧密交织，因为如果打了台湾，那日本能够就算了吗？那日本如果动了，那美国是不是要跟着来呢？或者如果美国要来，那日本是不是要给他基地的补给啊等等呢？后勤的资源啊？所以呢，这边被认为俄罗斯也要在北方四岛那边举行2个月的演习，所以呢，中俄一直在军演，剑指美日啊。华尔街日报这样说啊。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是说，中共这次昨天宣布，今天就开干了哈，说呢是压缩国际的反应时间然后后续还是要看，大家还看美国在这火上川普怎么样，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晤后的国际记者会，被问到共军围台军演。I certainly have seen it, but he hasn't told me anything about it, and
I don't believe he's going to be doing it. No, nothing worries me. Nothing. 川普知道了共军正在武吓台湾，而美国 CNN 访问的台湾人也很淡定。但是共军围台军演频率提高，规模变大，当然得注意突然由演转战，假戏真做。共军为何突然有围台军演？国际分析都指向，因为北京对2件事气炸了。First, there's the new landmark $11.1 billion arms deal, advanced weapons that Taiwan is buy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one. And then the second thing is Japan's prime minister not backing away from comments she made in November, suggesting that Japan could militarily respond if mainland China were to take Taiwan by force. 在日本，明治天皇玄孙作家竹田恒太评论军演，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野蛮的一面。胡萝卜大棒控制邻国数千年没变，不会成为受世界尊重的国家。不过，前大阪市长桥下却发文暗批高市早苗，只在国内夸夸其谈是糟糕的，没有威慑作用。首先，日本要增强自身实力。就在围台军演之际，俄罗斯将从元旦起在日本北海道色丹岛附近海域军演长达2个月，明显中俄兄弟联手恐吓美日台。来，吴将军怎么看？其实这一连串的问题要从几个面向来看啊。第一个，普丁被炸极有可能，否则他官方不会太跳出来说话。中共军演是一个世界关注的大议题。我从几个面向来简单的分析一下，不要那么专业。美国的态度，美国川普这么说，向中共示好，兄弟，我不干扰你的事，我也不会参与，你放心，向他示好，因为他期待的是明年4月的川习会，关税问题、AI 问题、高科技管制还没搞定，所以川普有意在台面上给他一个面子。日本到现在官方不敢讲话，川普这个说法另外一层含义告诉日本，你闭嘴，不要在这件事情上挑事。所以看到新闻上出现的日本对中国大陆军演这件事，都是非官方的，官方没有任何声音。再看我们的自己做的很多这些回应，政治语言居多。我们有完全的准备，我们觉得请民众放心，把他军演今天到现在为止这一些动作一一拆解，找出解决方案，这样子人民才会放心。我在这里时间有限，我不多说。封是前面几次2022到现在是封锁。其实各位要知道，封跟锁不一样，封是态势上、海空上。政治形势上，我把你封起来了，你进出有点困难，外军不要进来。但是这次进迫到这个程度，对于空域管制到无上限，从地表到无上限，我演习区域、实弹射击区全部封锁，那叫锁。一 lock 锁上以后，你的进出都有问题，从能源、从军火、从民生，它这个海警出来。指名道姓，这4个港，我给你封锁，你所有的进出，对不起，小小一个10小时的演习，空域管制影响到10几万人，请问各位想一想，如果是3天1个礼拜，请问台湾或者周边国家的国际航线如何因应？有没有对策？没有，所以我讲我们不能说它的远火打击。打得如何？如果那个目标区是横山指挥所，是桃园机场、台北港，请问如何处置？我们有没有反制能力？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严肃的看这件事。那另外一个点，很多人都不讨论，都是中共武吓，怎么样？但是我想从军事专业讲，他的3军联合操演在这一次。可以说已经很成熟了。从2022到现在，联合利剑一直下来，到这次改成正义演习。但是我们现在很难研判他做到没有 COP， 就是 Common Operation Picture 的共同作战图像。如果他已经做到这一步资讯者，那就不得了了。
什么叫共同作战图像？火箭军看到的战场情况，飞机上看到的，船舰上看到的，地面部队看到的，都在同样一个荧幕显示。我只要点出来，通通呈现。那个资讯整合是非常庞大、非常困难。如果中共已经做到这一步，我相信他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如果做到这一步，那就不得了了。我们的反制能力非常有限，我们多年来也在努力做 COP， 但是整合起来很困难。我过去讲过，我们有40年的武器装备，老中青三代怎么整？我们有美制、法制、荷兰制、台湾中科院制，不同的陆海空飞弹、船舰、飞机，不同武器系统，你要整是很困难的。简单讲，苹果跟华为想要整在一起都很困难了。所以这个系统整合是关键。所以中共利用这么多演习，真正来讲最大的危害是他在操兵，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成熟。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那么军购到现在2000多亿还不来 ，F-16首飞试飞一架试飞成功，那对我们来讲是笑话。什么时候来？来了我还要1年左右的成军训练。不是大家讲飞机来了，明年就可以飞行员就上去打仗了，还要换装训练，还要验收，还要作战测评。所以我觉得战争不可以期待，尽量避免，追求和平是国家之道。200亿美金，6000多亿的武器都6000多亿还没来。老沈，我的想法跟将军不太一样，因为他毕竟是从军中退伍，在军中待太久了，过度专业。这个太过度专业的评论不见得正确。我比较从这个行外的人，一般老百姓的观点看啊，因为就如同你刚才讲的，川普神定气弦，人家问他台海的军演，这个我有掌握，消息我都有。他没有。但是呢，习近平啊，他说他没有。习近平没有跟他讲。对，他说他没有得到消息。他说他掌握了 information， 但是习近平没有打。但是他并说这件事情我知道的。他说我知道现在的状况，但是他说我事前不知道。不，他有，他手上他不能讲他没有啊。作为美国总统怎么没有呢？幕僚会给他。对，他是说老习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也不期待他会打给我。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中国在这一代过去20到25年间，一共军演了好几次，而且其中比这个规模更大的所在都有。你觉得他是怎么样呢？我觉得他不见得是善意，他是故作就是你要演给我看，我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或者是低调处理，这代表什么意思？我一直在想的，美中无事。习近平那个川普不愿意把这个当作一回事，所以只要美中无事，台海就无事。现在演得很紧张啊，我跟你保证没无事。但是台海无事不是我讲的，应该是以谁讲最准？高市早苗。但是这个跟高市早苗上一次在国会闯祸的定义啊，它就是要台海的这个航行的这个道路被封锁了，影响到日本。而且里头的船只不能全部是民船，这个有没有符合高市早苗的 criteria 的定义？说这个是有事没有？不符合，所以台海无事。那台海无事，当然高市早苗就没事。然后呢？凤馨你不要一直摇头。我的朋友不是我对于缩头乌龟的定义现在有重新的定义了。我跟你讲，我很多我的好朋友很关心我在讲话的时候你的表现。你如果点头他们就放心了。如果我讲话的时候凤馨一直摇头，他们非常担心我的无知啊被凤馨看破，你知道吗？好，那我刚才讲那个，我们现在就讲这个从老共的角度，他什么意思啊？你干什么？你什么意思？他说我生气了。他这样演给谁看？演给老美看的。如果高市也在看，那是附带的的作用，不是他本来的目的。他演给老美看的。但是呢，目标是以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为目标。我供这个给你看，说我生气了你不要看我没有用的东西，我是可以的。我这可以的也不是我发明的，这次马拉松的这个标语就是我可以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不干而已。好，那现在呢？如果到头来我出手了，我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如此这般。那总结来讲，多演几次，
看谁倒霉。哦，我觉得是这样。那这个呢，到底它的效应是怎么样？我简单讲一下哈。这个对老中来讲，他很忙，但是他不累，他意兴风发，志气洋洋，他需要花很多钱了，但是他老大国无所谓。但是呢，他是中美争霸一山两虎的必经过程啊。现在这个也是斗的一部分吧，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老中付得起这个代价。现在主要是要看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有鹰有鸽，鹰就是民进党，鸽就是国民党。鹰呢很忙，你不觉得民进党很忙吗？很累，而且有点怕。但是呢，如果老共一直朝这条路去进逼一步再一步的话，就把被民进党合理化他抗中的论述，有道理啊。你看逼成这个样子啊，而且本来不太支持民进党的中间选民啊，也会说不能被欺负成这样。像那个渔民啊，渔民当然是现在利益被损害了。伊哪人跟我讲，哎阿公你变瞎嘛啊！所以呢，民调会上升，有利连任，那国民党就苦了。我跟你讲，国民党面对这种情况啊，其实在台湾要扮演鸽子啊，是很辛苦的哦，是很辛苦的，因为呢很尴尬，脸上无光，头哦。那你看这个情况发生以后，我觉得蒋万安的表现比较好。蒋万安呢，先谴责老公，然后再回头轻轻的讲说，那我们总统也要知所节制。郑丽文就有问题了。郑丽文是什么？是先骂自己人，都是你总统搞的，才会有没有今天？这不可以的，你知道，先骂自己人，结果两边不是人，哪两边？一边是台湾人民，一边是北京。你现在的处理方法，北京不会很高兴。那台湾人民，你有代志的时候，你先骂家己的人。结果呢，国民党这个今天柯志恩这么努力，柯志恩就是有史以来除了上一次这个韩国瑜以外，他这次是最有希望当选的，很辛苦了。但是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柯志恩的选情会更加辛苦。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就说这是历史上第二高哈。中共在军演前一日，就昨天了，就130架次的攻击扰台，90架次超越海峡中线啊，就过来了啊。那另外呢，讲说今天是8点嘛，到下午6点啊，但是7点半老共宣布行动，其实战机凌晨就起飞了。哦，没有说什么7点半才开始，8点进入什么这个现场，没有这样的。其实呢，凌晨哦，就很多就从不同的地方，从这个空军多型战机，从多个机场起飞，歼击机、轰炸机、特种机、无人机组成了大规模的空中编队啊，要在空中啊，这个地面的部队啊都准备好了啊。那另外呢，解放军报他是说呢，远香火的打击分队，火箭军部队进入作战地域了啊。那另外呢，这个空军宣布1点的时候对台湾南部海域实施远程联合火力突袭啊。那另外呢，他公布台湾北部先实弹射击，他声称全部命中啊。那今天上午11点，他说呢全部命中了啊。我们看啊这个画面啊，他很快就做成这个画面了哈。那另外呢，这个郭立雄坐镇指挥中心，说呢老共实弹射击散落在我们24海里的线的周边啊，所以这个是中共的高度挑衅。那另外呢，这个张晋博士教授是说呢，大陆的军演实弹射击很多在我们的危险区啊。范围也跨越领海，甚至涵盖了7星岩这边嘛，7星岩都涵盖了啊，在我们领海地区。然后这边说，居然国防部跟海委会没有人注意到，国安团队无能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张晋他的评论啊。那另外呢，老共有2个铁锤，一个打你的基隆港，一个打你的左营高雄港啊，基隆、高雄都被他的刺针飞弹啊。就我们的刺针飞弹说被他压了，没用，他用这重锤，昨天是盾牌，今天是重锤啊，把你捶打啊。那另外呢，福建海警说把这个炮的炮翼也拿掉了哦。
那大陆的官媒说现在处于临战状况，因为演习视同作战嘛，好像打真的啊。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陆委会这个海委会的管碧玲主委是说呢，那大陆的海警也骚扰台湾，我们的海警船跟它只相距0.8海里，1海里是1.8公里哈。那所以呢，管碧玲说呢，我们都已经监控他们了，在海上长时间对峙哦，我们7次广播叫他们离开哦，距离很近啊。那另外呢，说虽然现在中国围台军演，但是国军还没有全员召回，有的可能休假了，有的这样有那样哈，训练啊等等哈。所以呢，这个海警船是对峙的哈。国防部说有3个超远区已经进入我们的12海里了啊，进到12海里里面啊，有12海里的领海啊，那在边缘了，有些边缘的地方啊进入哈。那另外呢，这个到底记者问啊，说如果接近的话，要不要开火，要不要打？那国防部的回答也是听不太懂了哈，这个叫做连之为中将，讲了半天哈，我也看不懂他讲什么哈。他就说呢，这国军在经常战备、突发状况处置规定都已经规定了哦。那呼吁第一线官兵可以依照敌情威胁的样态采取必要措施。那到底打还是不打也没讲，所以你自己决定吧。好，我们看一下。在解放军宣布对台实弹射击不久后，大陆微博流传这段影片，声称是在福建平潭拍下多管火箭发射画面。日本共同通信社报道，解放军在2022年的环台军演也曾在这里发射飞弹，但这画面是否为此次军演还无从证实。但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今天8时至18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图中海域和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习，并组织实弹射击。大陆央视8点新闻头条宣告围台军演实弹射击开始，包含远程火力射击。隔1小时9点头条也播出解放军制作的新图卡。正义之锤，封港断线，重拳出击，真打实封，锤头断尾。牵手回家若不归，出手重击莫后悔。军事专家称，从地理方位来看，2锤分别砸向高雄和基隆外海，是台岛内部外逃的重要港口。共军机器狼、无人机、持枪人形机器人等各式新型装备全用动画展示，对岸各类新战影片齐发。而中华民国国军也在各大平台喊话反击，说稳是态度，也是态势，国军稳，国家稳。来，真。我觉得我们的选民哦，真的市民大家都是韧性非常的强，他都已经攻临到我们左营外面了。但是大家今天一片祥和，股票也是跌的103点，所以大家显示我们的韧性是非常强的啊，涨250。没错，所以说呢，你说大家都觉得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啊，但是你看我们大家都处变不惊啊，基隆还有我们高雄，其实。但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说实在的，我们的渔民要出海，然后我们的货物要运出去，这些其实对我们都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这种非预警式，它当然是有预警的这个方式。那么快时间来，我们身为这个台湾的这个人民哦，我真的觉得还是要表达一下我们的一个抗议啊。不过你可以看出，解放军这次刚刚主持人讲的非常的清楚了，不管是美国授予我们非常高价的这个所谓的军事的这个军费，还有包括高世杰系的言论，如果说中共在这个时候不在做任何一个动作的话，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很害怕，万一这2股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话，对他的面子、对他的实力来说哈，都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所以他们就把它定位在这一次的部分，就是内控外驱。所以很多军事专家就特别认为说，这次他们主要的部分里面，透过是一些封锁的方式，就是告诉你，万一发生任何事情的话，这个外力进来，我们把它阻绝在台湾之外的这个部分里面，这大概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跟一个目标。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去强调，虽然刚刚讲的庄军讲的非常多，而且很军事性的方式，我们还是会比较在乎国防部对这次的演习他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到底会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应该 do something？ 那我觉得在这礼拜5的时候呢，一定在这个立法院再一次在过完年之后的开议的第一次里面，一定会针对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把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当中，对于国防的这个预算，一定还会再有所谓的彼此之间的一个对峙啊，他们的扛棒，他们的这个所谓标语一定会特别弄出来。所以你告诉我说，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的演习，我们是不是对于抗中保台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不同的一次层次的一个理解？我个人认为很悲哀的就是大家还是各说各话，我们还是会特别这边以蓝营的角度知道，我们除了谴责之外，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把局面搞成这个样子？美国在授予我们在多少的这个所谓的军费，我们一定会提出来，对于军人的加薪等等之类的，还是如果没有给我们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升你的预算？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绿营一定不断在强化，我们就是因为已经遭受到这么严重的一个所谓的攻击的话，如果你不再提升我们的国防预算的话，我们以后如何来自保？所以这个剧码在礼拜五，所以我只能说，从裴洛西以下，即使我们告诉大家说这是已经第2次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武力的一个袭击，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论道到目前还是一样。海警怎么对峙？我们看一下。幻象2000等战机升空应对中共围台军演，共军来了谁，国军都有锁定拍到。F-16监控中共空警500A， 运有20歼10、歼16D 和歼16。海巡同样紧密盯着共舰，包括过去出没过的马鞍山舰。海巡照片更清楚展示我国海军海巡前线联手戍守海疆。而国防部公布昨天侦获130架次共机、14艘共舰和8艘公务船。海军的海锋第2大队雄风反舰飞弹机动部队30号一早在花莲完成部署，海巡台东舰跟花莲舰也在花莲港内待命。国防部战车则执行战备侦巡，除了在主要道路，也要赶往马公机场，展现机动能力和作战力。我敢正在社区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中共海警刻意用福建话喊话，我海巡也多处同样回击。中国海警13-6，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132广播。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也透露，29号傍晚，桃园舰驱离中国海警船，2舰距离一度仅0.8海里。有军事迷也发现，中共持续逼近我24海里临界区。共军这次划设的5个操演区域，其中4个很刻意紧贴，也挑战我国的领海极限。共军要将台海内海化、台湾内政化，我国国军持续全力应处，守护国家主权。来，放心。我其实如果刚刚有摇头的话，我是针对就是沈大佬呢对于川普的解读，对于美国的解读。美国的解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才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国际现实是什么。那么台湾今天呢，如果有鹰派，我们依视的就是我们以为台湾有事，那美国就会来，然后日本就会来。但是如果美国的态度是他绝对不会来，日本的态度是美国不来他也不敢来的话，那台湾还要用强硬的义和团的心态要支持多久啊？所以川普呢，今天其实有一个愤怒，一个不担心。他的愤怒是针对说乌克兰似乎有去用无人机的方式去攻击普丁的官邸，他非常的愤怒啊，他愤怒这件事情。他的不担心是对于解放军的演习，他表达了他的不担心。可是你要注意，这一个不担心呢，还包括了俄罗斯已经宣布了1月1号开始要对日本北方四岛这几个地方，其实非常非常接近日本的。那么就是其实它就是他们的领土争议区了哈。那么在这一个地方，然后呢，他要军演2个月的时间。这一次呢，解放军的演习，它针对的是台湾，但剑指的是日本。好，这个是国际媒体都已经如此的分析了。那俄罗斯呢，就是标准的针对日本，而且俄罗斯说的理由就是，你如果台湾有事你要动的话，我就会动你。他摆明了是讲这一句话。那台湾我们不是美国的盟友，可是日本是标准的有美日安保的盟友。那在日本遭遇威胁的情况之下，川普说他不担心。其实你仔细看他的全文啊，他只有讲说呢，我呢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掌握情况，但是他没有说他事先知道，他说事先是他不知道的。他是这样子回应，但是他说他不担心，因为他的不担心是基于他相信习近平。那我现在回过头来就要讲，就是台湾其实很长期的所依视的，就是因为美国会站在我们后面当靠山。可是现在这个靠山还在吗？我们相信我们背后呢，其实有人支撑，这个支撑还在吗？所以为什么关心乌克兰跟关心台湾是同样的重要？请问一下，现在乌克兰后面还有美国吗？已经没有了。所以川普可以当着泽伦斯基的面说，我告诉你哦，如果你现在不让这些领土的话，以后也会被打掉，也会被普丁拿下来。然后你说他后面有欧盟吗？我告诉你，欧盟现在呢，他扣押的俄罗斯的资产，
因为比利时，你知道比利时距离莫斯科很远很远呐，它是西欧最西边的国家。然后呢，他说他不要单独对抗俄罗斯，所以他拒绝让欧盟可以动用那一笔钱来援助乌克兰，所以那笔钱最后没有动用。那么欧盟最后决定用他们自己的年度预算提供免息贷款给乌克兰作为重建。你以为这是支持吗 ？No， 这以后就会变成乌克兰不能加入欧盟的重要理由。我今天提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乌克兰后面的靠山，美国、欧洲撤退的这么快，你为什么会相信自己背后是有靠山的呢？徐小姐回来。台湾